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的联合声明。那么，台独势力还能怎么幻想来自外部的支持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突然发现各大新闻媒体都在转发一个消息，而且这个消息呢，在微信的各个群里边也在到处转发讨论。这个消息就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，也就是5个核大国领导人，共同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。声明说，要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，减少战略风险是5大国的首要责任。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，核武器继续存在就应该服务于防御目的，遏制侵略和防止战争。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向媒体介绍说，中国一直积极倡导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理念，并且为5国采取共同行动发挥了有力的引领作用。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，也是中国推动之下写入了这次的联合声明，说明中国的意见已经赢得了其他核大国的全体接受。能够达成这么一个一致意见，突然发出这么一个5国领导人联合声明，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之大，倒是不亚于一件核武器的。所以呢，背后可能是有重要的相关事件去驱动。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，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呢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，甚至是出现了核战争的征兆，因此迫切需要各方坐下来把话说清楚，避免战略误判。这就很容易想到，在乌克兰问题上，是不是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的可能性，要拿出核武器进行反击？所以马朝旭副部长说的引领会谈，也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发挥了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重要的斡旋作用，让双方有了台阶，可以一起降降温？而且呢，能够达成这种一致，说明各方的核力量仍然保持着有效的均衡，没有任何一方有把握在核战争方面冒险。那么只能是想办法消除误判，集体的避免毫无必要的同归于尽。而中国的核力量发展也让中国在谈判桌上有了更多发言权，所以那些沙漠上的风力发电站、基座和高超音速武器都是我们说话的底气。这个声明发布之后，很多国家和地区应该意识到一个事情，这个星球上真正能够立规矩的还是这5个常任理事国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法定的这5个核武器国家。这个地位其他国家别想抢，这个格局也不会轻易的容忍别人改变。谁要挑战这个格局，弄不好5个大国可以一起收拾的。而且这个声明也说明，这个5个国家再怎么吵吵闹闹，还是会坐下来谈的。尤其是核武器国家之间要避免爆发战争，这句话是提醒某些国家和地区，狐假虎威拉着美国这样的国家撑场面是一回事儿，但是拉美国参战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美国可没有那么容易被狗遛替狗咬人。那么台独势力幻想的美军出手阻止解放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，恐怕美军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予以拒绝。那么有了这个声明之后，未来是不是天下太平呢？我估计也不会那么容易。5个核国家画出了规矩，是避免大佬之间直接动手，刹不住车玉石俱焚。但是不排除其他国家之间还会出现使用常规武器的各种代理人战争。打架可以，只要不坏了规矩就行。那么未来常规武器方面，军备竞赛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。美国还会提供武器给台湾，也许还会向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。但是美国不会想被拖下水的。所以今天这个历史事件说明啊，我们有了参与塑造当今世界格局的能力，那真的要感谢当年2弹一星的元勋。这些元勋让我们当年就及时走进了核武器俱乐部，让我们可以对抗任何威胁，去赢得符合我们意愿的和平。好，关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核武器核战略的声明，意味着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共识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